我们前面证明了什么？我们在定理2.2.3证明了什么？我们证明了这个微分的 sum rule、微分的 constant multiply， 还有 product rule。好，然后我们继续讲下去之前，我们先给你一个小小的 note， 给一个小小的 note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这里面有3点。来，第一点，他说当我有个 f of x 等于 x 的时候，那这个就是我们所称的恒等函数了哈。identity function 啊，恒等函数 f of x 等于 x 是恒等函数了。好，那我们在我们的这一章的例题2.2.2，我们有证过任何一个恒等函数它的微分等于1啦。好 ，f of x 如果等于 x， 则它的微分是等于1啦。好，我们在前面的例题2.2.2的时候，我们有证明到这个微分是等于1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看第2点。我说刚刚是 f of x 等于 x， 好，我现在让这个函数复杂一点点，那就是我的 f of x 等于 x 平方啦。好，那我要问了，那请问一下，我这个 f of x 它的微分应该是怎么样了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啦。好，刚刚是 f of x 等于 x， 好，那我们知道它的微分是等于1。好，那我们要问的是，那请问一下，我 f of x 等于 x 平方，那 f of x 等于 x 平方，我可不可以把它想作是 x 乘 x？ 好，那我前面一个定理才证明了什么？证明了 product rule 呢嘛。好，那我现在用 product rule 加上我恒等函数的微分等于1，加上用这2个性质，那我是不是可以算出 x 平方的微分应该是怎么样？因为我 x 平方想成是 x 乘 x。好，所以你看，连摆1啊，就上面这个恒等函数的微分等于1，还有我摆 product rule， 摆我的 product rule。哦，摆我的 product rule。 好，那看一下，那这里是想成是 x 乘 x， 那我们说什么 f 乘 g，f 乘 g 对 x 的微分应该等于什么？先固定 f of x， 再乘上 g prime of x， 加上再来固定谁？固定 g of x， 然后再乘上 f prime of x。 好，那看一下，好，那你这是 x 乘 x 啊，现在 x 是 f of x， 那 x 另外一个 x 是 g of x， 好，一样，所以你先固定一个 x， 然后乘上另外一个 x 的微分，那就是1嘛 ，x 乘1，那还是 x， 好，就是第一个 x。好，再固定另外一个 x， 然后再乘上一个 x 的微分还是1嘛，所以 x 乘1还是1，所以又另外一个是 x， 所以 x 加 x 等于 2x 嘛。好，所以我要算 f of x 等于 x 平方的微分，事实上我只要用刚刚我们说的恒等函数的微分等于1，好，加上 product rule， 那我就可以算出 f prime of x， 事实上就是等于 2x 啦。好，那同学你可以一样，你用2，然后再加上 product rule， 你一样可以算出这个的微分。好，这个微分应该等于什么？这个微分应该是等于3的 x 平方。哦，你一样可以自己做一下练习。你用2，或者你说用2，好，然后再加上1，然后再加上 product rule， 好，重点在 product rule， 那你就可以算出 f of x 等于 x3次方，它微分应该是等于3x 平方。那当然，同学要继续问下去。那我们如果 f of x 等于 x4次方呢？等于 x5次方呢？同样，你可以一直推下去，因为你只要知道 x 的微分等于1，然后 x 平方的微分等于 2x， 然后 x3次方的微分等于3x 平方，然后你就可以再往下推 x4次方微分等于多少？好，那应该如果我们讲到这样，那各位同学应该讲说，老师这个好像应该可以有一个一般化的公式给我们。好，那这个就是下面这个引理要讲的啦。好，那我们直接看引理啦。引理2.2.4，它讲什么？它叫做 power formula。power formula 叫 power 什么次方，它叫次方公式啊，所以叫 power formula。好，这个引理就是专门对付 xn 次方的这种微分啊，叫 power formula， 叫次方公式。好，来看一下，直接看定理的内容。他说啊，如果我的 f of x 等于 x 的 n 次方，这个 n 是什么？这个 n 任何一个小 n 是属于大 n， 那大 n 是什么？大 N 是自然数啊，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一直上去啊，好，这样叫自然数。我的 f of x 等于 x n 次方哦，哈 n 次方哦，那我这小 n 是属于任何一个自然数啊，则我的 f prime of x 会等于什么？会等于把上面这个次方嘛 power 嘛，我把次方踢下来，
，n 次方在这边 ，n 次方 t 下来，把次方 t 下来，然后次方减1，所以次方 t 下来变到这边来 ，n t 下来变到这边，那把次方减1，次方减1，本来是 n 次方变就 n 减1嘛，叫次方减1嘛，把次方 t 下来，然后次方减1，那就变成 n 乘上 x 的 n 减1次方了。好，那这个公式叫 power formula， 那这个概念是说，你这个任何一个小 n。这任何一个小 n 是任何一个自然数，这个公式都会成立的，哈，这个公式都会成立的。好，那这个严格讲，我们证明这个公式应该怎么证明？我们刚刚是说，f of x 如果等于 x 啊，我们知道说这个微分恒等函数的微分等于1，那 f of x 等于2x，我们要摆前面恒等函数的微分，然后再加上什么？ product rule 好，那你知道 x 平方的微分等于 2x， 那 x 3次方的微分你可以再用前面加起来一样 product rule， 然后你可以算出 3x 平方。那同样道理，我现在 n 怎么办？那这时候就是偏到一个问题，那你可能需要用高中所称的数学归纳法来证明这个公式啦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，所以你看一下 prove， 我们说 prove by induction on n 啊 ，induction 是什么？就是数学归纳法 ，prove by induction on n。 啊，那这个在 n 上面做 induction 就数学归纳法。好，我们跟各位同学复习一下什么叫数学归纳法。数学归纳法你要证明什么？第一个，你现在是在 n 做数学归纳法 ，n 是一个自然数，对 n 做数学归纳法。好，所以这个情况应该怎么讲？数学归纳法我们一般说有3个步骤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一个步骤说什么？当 n 等于1的时候，你需要去证明这个公式是对的。 因为你要证明这个次方公式嘛，所以当 n 等于1的时候，你需要去证明这个公式是对的。好，那如果这一步对了，再来第二步什么？第二步你要给它一个假设，那假设什么？你的假设这公式是对的，怎么样的情况是对的？当这公式是 n 减1的时候是对的。好，第二步是这个叫做数学归纳法的假设，好，叫做 inductive hypothesis， 叫数学归纳法的假设。好，再来，你假设这公式当 等于 n 减1的时候是对的，再来你需要去证什么？当等于 n 的时候，这个公式也是对的。好，等于 n 的时候，这公式也是对，这是第3步。好，所以实际上你要证明的是第1步跟第3步啊，第2步是你的数学归纳法的假设。好，所以我们一步一步来讲。好，来说我们说有3步要讲哦。来看一下 prove by induction of n 哦。好，所以你说第1步 first， 首先，当 n 等于1的时候，我们说 n 等于1的时候，是你需要去证明这个公式是对的哦哈。当 n 等于1的时候，则我们的 f of x 就等于 x 嘛，因为你的 f of x 等于 x n 次方 ，n 等于1，那就是 f of x 等于 x 嘛。所以你说当 n 等于1的时候 ，if n 等于1，则我的 f of x 会等于 x 嘛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就 f of x 等于 x， 我们知道了，我们在例题 2.2.2， 那就是说恒等函数的微分一定等于1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摆这个例题 2.2.2， 我们知道这个恒等函数微分就等于1嘛。好，我们刚刚的 note 也才讲过而已嘛。好，所以这个微分等于1嘛。那你看看，来，当 n 等于1的时候，这里就变1嘛。那这里变什么 ？x 的1减1就是 x 的0次方嘛 ，x 的0次方等于1嘛。那这个 n 等于1，所以你的 prime 你的微分就等于1嘛，你的微分就等于1，所以没有错嘛。好，那代表说，当 n 等于1的时候，这个公式是对的，这公式是对的。好，这是第1步哦。第2步什么？你需要给我的一个数学归纳法的假设。好，什么是数学归纳法的假设？好。那所以我们说，我们再一步一步来讲。好，所以当 n 等于1的时候，所以他说什么？说 this formula is true，is true 是对 n 等于1来讲是对的嘛？好，所以这时候就开始你的数学归纳法嘛。好，所以他说 this start the induction 嘛，开始你的数学归纳法。好，再来是怎么样？你需要给我第2步的这个数学归纳法的假设嘛？所以你看一下 ，hence we assume 的意思说，我们假设什么？这个公式是对的 ，this formula is true， 这公式是对的。怎么样的情况对？对 n 减1来讲是对的。好，那你刚刚是说 n 等于1的时候，你刚刚第1步证明说这公式是对的。好，那 n 减1至少要大于等于1才可以嘛 ？n 减1至少要大于等于1才可以嘛？因为你前面证明说 n 等于1的时候是对啊，这时候你假设说 n 减1的时候，这公式也是对。那 n 减1一定要大于等于1嘛？那 n 减1要大于等于1，所以你的 n 一定要大于等于2嘛？好，大于等于2。那我们把这个假设叫什么？叫 inductive hypothesis。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数学归纳法的假设啊。哈，第2步是你的假设哦。
好，再来第3步是说什么？你要去证明当这个公式是对的，怎么样的情况是对，等于 n 的时候是对的。好，所以怎么样 ？Then we are going， 我们将要去证明 this formula is true， 这个公式是对的。怎么样呢？对 n 来讲是对的。好，你的假设是 n 减1的时候是对，你的假设是这样。好，那你现在就要证明这公式是对的。对 n 来讲是对的，好，这个 n 当然是跟刚刚一样 ，n 一定要大于等于2，跟刚刚一样 n 要大于。你的数学归纳法假设是 n 减1的时候，这公式是对，然后这个 n 要大于等于2，那你现在就需要去证明 n 的时候这公式是对，然后这个是 n 要大于等于2啦。好，那因为我们有下面这个，因为你的 f of x 等于 x 的 n 次方，那 x 的 n 次方你可以拆开成 x。乘上 x 的 n 减1次方，好，那为什么我们要拆成这个样子？因为我知道 x 的微分可不可以微？可以，因为 f of x 如果等于 x 是一个恒等函数，恒等函数的微分是等于1，我知道这个 x 可以微分。好，那 x 的 n 减1次方，我可不可以算这个微分？我可不可以算这个导函数？可以，为什么可以？为什么可以？因为我们的数学归纳法的假设跟我讲说，当 n 等于1的时候，我这个公式是对的，所以你这个 x 的 n 减1次方，我这里可以用我的 power formula， 用我的次方公式算出它的微分。好，所以我把它拆成这样，我等于这2个微分我都可以算。我根据我的数学归纳法的假设，我这2个公式的这两个函数的微分我都可以算得出来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样子，那再来就怎么样？这2个函数相乘嘛 ，x 乘上 x n 减1，再来就加上一个 product rule， 我就算得出来嘛。好，所以我们看一下，再来下面怎么讲。所以他说 by the product rule， 而且 the inductive hypothesis 就是你数学归纳法的假设嘛。你现在数学归纳法的假设是什么？这公式是对的，当 n 减1的时候是对的。好，它的假设这样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 x 的 n 减1，这个地方是对的。好，所以再来，所以你看。所以我用这2个 product rule 跟 inductive hypothesis， 所以我知道我的 f prime of x 会等于什么？来，这2个相乘哦，先固定这个当做我的 f of x， 在我的定理 2.2.3 里面，这个 x 是我的 f of x， 这个 x 的 n 减1次方是我的 g of x。好，所以我先固定前面这个，然后再乘上后面这个微分。好，固定前面这个就是 x 在这边。这个 x 在这边。好，那再来后面这个微分，这个微分就用到我数学归纳法的假设。我的数学归纳法的假设说什么？说我的次方公式是对，怎么样的情况对？对 n 减1的时候是对。好，那这个我就用次方公式，用我的 power formula。好，我的次方公式这个说什么？次方踢下来 ，n 减1次方踢下来，次方踢下来，然后再把次方减1。n 减1是次方，次方踢下来在这边，然后再把次方减1，次方这里是 n 减1，次方减1变成 n 减2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 product rule 的另外一半说什么？刚刚是固定这个乘这个微分，现在是什么？固定这个乘这个的微分。好，固定这个是 x n 减1，还是固定在这边？但是 x 的微分我们知道恒等函数的微分是1嘛，哈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这里这一项就变成x 的 n 减1啦。好，那我就要把它整理一下。好，来整理一下怎么整理？我这里是 x n 减1保留在这边不动，这里是 x 一次方，这里是 x 的 n 减2次方，所以乘起来是 x 的 n 减1次方，后面加上 x 的 n 减1次方，还是加上 x 的 n 减1次方，然后再把它整理一下，这里是 n 减1，这里是1，所以就变成 n 乘上 x 的 n 减1次方。哎，所以我证出什么？当这个公式是对的，对怎么样的公式是对？等于 n 的时候是对的，等于 n 的时候是对的。所以你看。他说 ，hence 这个 formula，this formula is true for n 大于等于2的时候。好，那这个也是说我完成的 complete， 就是我完成了我的 inductive， 我的数学归纳法的步骤 inductive step， 我完成了我这个数学归纳法的步骤。那我既然完成了第3步的步骤的话，那就代表我的证明已经完成了。好，所以我们有这个 power formula 以后。我们就发觉，我们目前证明什么？微分公式的什么的 sum rule、constant multiply、product rule。好，我们还证明了一个什么 power formula 次方公式。好，所以我们用这些东西，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算出很多函数的微分，它的导函数出来。好，来看一下，我们现在看第一个例题，例题 2.2.5， 他说我的 f of x 等于
9倍乘上 x 的7次方减上4倍乘上 x 3次方加上 3x 减1。好，我这个公式讲好，我现在把我刚刚学过的 sum rule、constant multiply， 还有我的 product rule， 还有我的 power formula， 我把所学过的我拿来用到这里来。我们先看第一项微分，如果我不管7的话，不管9，我如果不管9了 ，x 的7次方微分应该什么 ？x 的7次方微分应该是7乘上 x 的6次方，把次方踢下来，次方减1，对不对？那你现在次方是7嘛，所以7等于是次方踢下来，次方减1，那就是7倍乘上 x 的6次方。好，那前面有个9，摆你的 constant multiply， 所以6乘7等于这个7乘9等于63，所以9763，所以63写在这边。那这里一样是 x 的6次方。那同样道理，后面我互式先不要管，我只先管 x 的3次方的微分。x 的3次方微分我知道，摆我的次方公式，摆我的 power formula， 我知道它是 3x 平方。好，再摆你的 constant multiply， 因为你前面有个常数，常数是负4，所以负4乘3应该是负12，然后这里是 x 的平方，因为刚刚是3次方，3次方 t 把它次方减掉1，然后就变成 x 平方在这里。好，再来是 3x， 那 3x 一样，3是不管它，那你 x 一样，你是一个恒等函数，所以恒等函数的微分是1，那1再乘3还是3，那常数函数的微分是0，这个我们也证明过，我们在例题 2.2.1 也证明过哈，常数函数的微分是0，然后再来这里是减，这里是加，所以你摆sum rule，那你就知道，所以这里是减，这里是加。好，所以这个微分整个就这样算出来。好，我们看第二个例题。第二个例题说，如果你的 f of x 等于这个多项式5的 x 次方加上6的 x 3次方减3乘上我的8x 平方减5x， 好，这两个相乘。好，那你要算这个函数的微分。这个 f of x 的微分，好，那你看一下，你很清楚的看到，这里有2个函数相乘，2个多项式相乘，那你直接就会想到，我先用 product rule 就可以算出这个微分。好 ，product rule， 我先保持前面这个保持前面这个留在这里，这个不动。然后乘上后面这个微分，那后面这个微分跟刚刚一样，你摆 constant multiply by power formula， 好，在 x 平方微分应该是 2x， 然后再乘一个8，所以变 16x。好，负 5x 的微分应该就是 x 的微分应该是1，所以乘负5还是负5在这边。好，再来怎么样？这一项保持不变。啊，这一项保持不变，乘上这一项的微分，那这一项的微分一样，把它写在这边。这些第一项的微分应该是5乘 4x 的微分，因为这个 x 次方的微分应该4倍的 x 3次方，那这里有个5by constant multiply， 所以变20的 x 3次方。那这一项的微分应该就是变作18的 x 平方，那3的微分变作0。好，所以我就知道这个微分乘上这个地方不变，那这个就是摆我的 product rule。好，我们这一集到这里，我们下一集介绍所谓的 reciprocal rule。